大二李灿，我最近心情有点丧啊，就是心情不怎么好。梨泰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对，最近中国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就一个小孩在家里煤气中毒了，结果因为这个防疫政策啊，一刀切的防疫政策啊，就是耽误了最佳的这个救治时间，没了。其实中国人最近这个心态，我感觉应该会改变很多吧。其实也不止中国人，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无常啊。梨泰院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也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影响。就150几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不只是鲜活的生命没了，他们的家庭，他们所对应的家庭，肯定也是支离破碎了。谁也在之前，在欢笑之前，在发生事情之前，谁能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对不对？这人生就是这样无常，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看到明天。这个时候，其实我很多情况下，就是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自己做视频这种感觉已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做这些视频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为什么要拍这些视频呢？对不对？我会关注一些政治的、经济的这些宏大叙述的方面的东西，比如说讲战争啊、台湾等等。很多事情确实你要从一个长远的眼光去看待，甚至中国这个清零政策等等，长远的眼光看待它是没有问题的了，它最终可能能解决很大的问题。但是啊，在当下，当你开始考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很多东西真的是特别的无谓，特别的虚无，人生是特别的虚无。我相信我这样心态的转变，可能也是很大部分中国人心态转变的一个反应吧，都一样，大家面对这些东西都有心态慢慢在转变。所以现在就想着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一天一天过好，一家三口，就我们一家三口过好，然后父母身体健康，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吧，就是。所以，我现在真的不是特别想聊，就是关于政治啊、经济方面的东西了。本来我还写了一个稿子，就说啊，中国人为什么特别讨厌日本？对，说了能怎么样？知道了能怎么样？就是分析的再清楚怎么样？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你一般人的眼里，就是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眼里是没有人的，没有一个个个体的，只有一个个事情，一个个事件。日本人、中国人，我们都是人。防疫、防疫人员、普通大众、政府高层，我们也都是人。甚至说俄乌战争再怎么样，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不身处其中，我们可以比较冷静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但冷静很多时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就冷漠呢？是不是？我看到那么多人抛妻弃子的去参加一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的战争，真的会感觉人生太虚无了。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很正向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世界它可能在变好，中国可能在变好，一步步往前走。但是在往前走，大步往前走的时候，个人呢？个人究竟怎么样？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究竟怎么样？我可能真的我要放弃做那些类型的视频了吧，我不想再做了，有点无聊，感觉这渐渐变成我的一个负担，就是我自己的个主频道，渐渐变成我的一个负担。我去想那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其实它现在以我的价值观已经
相左了，相违背了，所以我其实很难调动起足够的激情去做这些事情。当然，关于中国文化等等，我和笨叔理查老师在做大叔中文的时候会涉及很多，而且发现就是一个人讲的时候挺干的，三个人我们三个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才开始录视频的时候，就说完大叔中文之后，我们三个可能都会保持片刻头脑是一片空白的，不知道自己要录什么，但是就这样聊的天特别舒服，真的就是像朋友之间聊天一样。我觉得那个用那种状态下轻松的状态去展现中国的文化和生活可能是更好吧。所以我现在这个主频道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将何去何从，但是对宏大方面的东西我是不想再做了。可能有些观众是因为关注我这方面东西，喜欢这方面东西而关注我的频道吧，那么你可能会在接下来会比较失望，因为我不会再涉及这一方面的东西了。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现在可能更想关注个人的方面的东西，就是我会想去探究，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你特别特别喜欢，带给你不只是成就感，还有快乐。做大叔中文真的带给我很多快乐，就是我们甚至每个星期一个星期能录3期，我都觉得不是负担，而是很轻松愉悦的体验。所以我也希望我这个主频道能变成我这样一个体验，不是说一个任务来了我需要去做。所以我之前和我老婆说过，我老婆也给我分析过，说我这个人其实很害怕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我很多问题去逃避去回避。我也说过之前想成为写小说的家，对不对？但是一直在回避逃避去面对，但是真正写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又特别好啊。我之前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这个频道我可以给大家讲讲故事吧，换到一个我自己最喜欢的形式上的东西吧。因为其实每天晚上我都会给我孩子讲睡前故事，就是胡编乱造但我觉得他很喜欢，而且对他语言的发展，对吧，也很有好处。可能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教学的方式。同时我自己确实挺喜欢故事的，我需要让自己沉浸在故事里头。故事总是很美好，虽然它是虚的，但是它又是特别实在的。你描述的好的话，它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所以之前我有个想法，就是我其实可以比如说写一篇故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再录一期，纯粹的口语化的语言再录一期。因为我为什么要是不写的话，我就怕自己说着说着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所以我需要事先写好了这篇故事，然后以口语化的语言再说一遍，这可能是更好的一种方式吧。可能现在是和过去的自己说再见的时候，要踏上一个新的征程。我希望这个征程对我而言是特别快乐的愉快的体验，带给我永远是积极正面的力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得说实话有点混乱，很多之前很笃定的东西，甚至有些很强的信念，都在慢慢的崩塌破碎。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东西支持着自己，勇敢的坚定的往前走。对我而言，家庭是这样一个力量的源泉，但是我也需要自己在做的这个东西才能带给我这些力量。所以我会转变。喜欢这种形式的朋友可以继续关注我，如果你不喜欢，我也没办法。